小韩的手术成功，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沈燕和陆景飞的生活。虽然后续的康复依旧漫长，但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灯已经亮了起来，生活似乎正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在人最放松警惕的时候投下一颗意想不到的炸弹。这天是星辰杯设计大赛的最终颁奖典礼，沈燕作为被澄清的受害者也被邀请出席，陆景飞自然是陪着她一起。当主持人在台上激情澎湃地宣布本届大赛的金奖作品时，背景的 LED 大屏幕上缓缓升起了一幅设计图。那是一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关于未来水上城市的设计，无论是概念的超前性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堪称完美。然而在看到那幅图的瞬间，沈燕的瞳孔骤然收缩到了极致，她的身体开始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怎么了？陆景飞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他的异常，立刻握住了他冰冷的手。沈燕没有回答，她只是死死地盯着台上的那幅图，那双漆黑的眼眸里翻涌着震惊、痛苦和一种陆景飞从未见过的滔天的恨意。因为那幅图他太熟悉了，那是他父亲沈明辉生前未完成的遗作。沈燕的父亲曾经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设计师，但在10年前，他最重要的一份设计稿被他最信任的合伙人窃取。那位合伙人凭借着这份设计稿一举成名，创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平步青云。而沈明辉则因为被反咬一口，加上无法承受被背叛的打击，最终郁郁而终。这件事是沈燕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也是她为什么会在最初的抄袭风波里选择用沉默来对抗的原因。因为她害怕自己会重蹈父亲的覆辙，而现在窃取了父亲心血，毁掉了他整个家庭的那个罪魁祸首，正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掌声和赞誉。那个人的名字通过主持人的口清晰地传到了沈燕的耳朵里，许正红。他正是许阳的父亲。所有的碎片在这一刻都拼凑成了一幅完整而残酷的图画。许阳为什么会处心积虑地构陷他？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沈燕的身份，他害怕这个故人之子会带着复仇的火焰来揭开他父亲那段不光彩的过去，所以他选择先下手为强，用一场抄袭的闹剧先将沈燕的名声彻底搞臭。原来那场看似简单的校园纷争背后，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段跨越了10年的深仇大恨。陆景飞看着沈燕那张血色尽失的脸和他眼中那份几乎要将人焚烧殆尽的恨意，瞬间就明白了这件事绝不简单。他没有在现场多问，只是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将那个浑身冰冷摇摇欲坠的人紧紧裹住，然后半抱着他，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那个喧嚣而讽刺的颁奖典礼。回到出租屋，沈燕的情绪彻底崩溃了。她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她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受伤的野兽，用沉默和孤立舔舐着自己鲜血淋漓的伤口。陆景飞没有去打扰她，他只是默默地守在门外，为她准备好食物和水。他知道此刻的沈燕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时间。他自己则开始用他最擅长的方式去挖掘那段被尘封了10年的真相。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和资源，去调查当年那场设计纠纷的始末。他像一个最偏执的侦探，不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几天后，当他拿着一份厚厚的、足以颠覆一切的调查资料，重新推开沈燕的房门时，沈燕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一家3口的合照。她的眼窝深陷，下巴上长出了青色的胡茬，整个人瘦得像一个飘忽的影子。陆景飞走到他身边，将那份资料轻轻地放在了他的面前。沈燕，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你父亲的清白，我们一起拿回来。